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Liv。今天是巴黎旅行的第3天。我们一早就搭地铁来到了凡尔赛镇，一路上走来都是烤面包的香味，而且有好多可爱的面包店。大家有看过这么大颗的蛋白糖霜吗？OK。超级可爱。这颗紫色的是薰衣草的口味，颜色真的很梦幻，但吃起来真的超级甜。其实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这个小可爱的正确吃法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凡尔赛宫的入口，一走到大门就会看到太阳王路易14在这里迎接大家的到来。凡尔赛宫可以说是法国宫廷生活的极致代表。看看这金色的大门，眼睛真的会被闪瞎。凡尔赛宫是17世纪太阳王路易14打造的，它不只单纯的想盖一座宫殿，而是一座能够证明法国权力的象征。室内的走廊是黑白拼接的大理石铺成的。一进来的左手边有个挑高超美的皇室礼拜堂，这里是以前国王皇后做礼拜的地方。在这一层有一些房间是专门介绍凡尔赛宫的历史，里面有模型、地图和画像，还有一些是国王的官方接待厅、卫兵区域。大家一直看画像可能会觉得很无聊，但来凡尔赛宫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任务，就是寻找一共有几张路易14的画像，因为在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太阳王的画像。但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千万别错过墙上那些超巨型、超浮夸的历史画。其中有一幅放在历史画廊，名字是司马拉战役。这幅画巨大无比，长约20公尺，高约5公尺，基本上就是法国历史大片的现场，真的非常值得来看一眼。接着就要进入凡尔赛宫的重头戏了。凡尔赛宫不止好拍，也是历史超级丰富的地方。当年法国皇室会从巴黎搬到这里，就是因为路易14他太爱面子，觉得要有个能让全世界羡慕的宫殿，结果就有了这个超级奢华的凡尔赛宫。据说这里最多曾住了好几千人，所以其实这里的卫生环境并不是很好。这里曾经是国王的房间之一，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只是个超豪华的房间，但那个时候国王每一天都要表演起床和睡觉的公开仪式，贵族们都会抢着来围观，据说能参加的才能算是上层阶级。接着我们来到了国王的寝宫，这里是凡尔赛宫的正中央，这样路易14每天起床的时候才可以看到每天从东边升起的太阳。现在终于来到了最有名的镜厅，这里总共有357面超巨型的手工镜子，对面则是一整排的落地窗。大家可以想想贵族们他们在这里社交、跳舞、喝香槟的华丽场景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静厅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立凡尔赛条约的场所。离开这里前，我们来逛一逛纪念品商店。这个是太阳王的小镜子，这个是太阳王的插画盘子，这个是太阳王的插画水壶。本来预计看完宫殿要继续逛花园，但是我们来的期间花园有活动要另外收费。我们走了10几分钟，看到这一栋本来以为已经到特里亚农宫了，结果刚刚那里是奢华酒店华尔道夫的大门，现在我们要穿过这片树林才能够到达。靠着意志力，终于来到了大特里亚农宫。必须先来杯咖啡才能够活下去。我说。一进来就可以发现，这里跟凡尔赛宫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。可以看到，这里使用了很大量的红色大理石做主体。这里也是国王们远离凡尔赛宫，可以稍微喘息的度假之地。据说这里是路易14专门盖来和情妇约会的地方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旁边的小特里亚农宫，这里则是路易十五为了他的情妇所盖的，后来成为路易16的妻子玛丽安东尼的居所。小特里亚农宫属于小巧精致的风格，用色也让人比较舒服放松。这里真的不大，大概参观10几分钟就结束了。本来打算参观完这里就要回去巴黎，但发现大家都往户外的森林走。看了一下介绍，原来这里就是玛丽安东尼所打造的皇后村庄。据说因为皇后很厌倦法国皇室的一切，所以打造了可以让她体验平民生活的村庄。我们先不管这里建造的目的是什么，一进到这里真的有一种来到世外桃源的感觉，还以为自己走到了迪士尼打造的乡村小镇里。一旁的草地还有超级多只羊，据说皇后还会换上农民的服装，假装自己在这边牧羊、喂鸡、做奶酪。而且这里不只是随便几间的茅草屋，它是一整套精致设计的梦幻农村系统，包含了乳制品工坊、面包坊、农舍、皇后之家、葡萄园等。但也让当时生活困苦的法国民众感到很不满，觉得皇后根本不知人间疾苦。只能说当皇后也是不容易。现在我们搭上园区付费的小火车返回凡尔赛宫。
结果没想到小火车的目的地是凡尔赛宫的花园，我们就这样子没有买花园的票直接进来了。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动线设计上的一个 bug。总之，花园真的好美。巴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美术馆，就是奥赛美术馆。这里周四的闭馆时间延长到9点45分，算一算，我们大概还有4个小时可以逛。奥赛美术馆的前身是火车站，所以建筑本身就很特别。光是巨大的玻璃穹顶跟老式的时钟就可以欣赏很久。奥赛美术馆主要收藏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艺术作品，印象派跟后印象派的经典都在这里。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以前美术课本上经常出现的名画。如果平常觉得逛美术馆是没什么感觉的人，放心，这里的作品都很亲民，而且色彩丰富，看着心情都会变好。Du beau Raoul, j'ai su faire la conquête. Je suis aimée. Eh oui, et je peux m'en vanter. Cet amant-là m'a déjà fait connaître le désespoir, les pleurs, etc. Il voulait même me jeter par la fenêtre. 接着我们去顶层的印象派展厅，手扶梯一上来就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钟面。这里真的拍照超级好看。透过钟面看出去就是塞纳河的风景。在印象派展厅一定都会找到自己曾经看过的画作。这里也收藏了梵谷晚年在法国创作的一系列经典作品。纪念品商店就在展区的一旁。这里还有很多别致的小别针。不得不说，法国的博物馆很会做周边商品。今天的行程终于结束了，现在是晚上10点。我订了一间从美术馆走路2分钟的法式餐馆。这间餐厅在 Google 的评分有4.4，还有6000多则的评价。
里面的氛围很棒，但就是有点吵。不说，今天先来体验巴黎人的日常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卢森堡公园，这里是巴黎市区最有生活感的地方之一。正前方的卢森堡宫现在是参议院。公园内有大片的草地和超级整齐的法式花圃，还有各种椅子随便搬。这些绿椅子还有属于自己专属的名字哦。摸起来质感真的超级好，但要小心上面很多鸟便便。据说天气好的时候，这张椅子还一位难求。今天上午的行程都是在市中心，用步行的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走路5分钟去附近的先贤祠，也可以称作为万神殿。结果我们经过一间汉堡王，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甜点，就进去了。我们点了一个巧克力汉堡。对了，刚刚我们虽然是用机器点餐，但点完餐的发票要拿给店员，他们才会开始制作餐点。这个甜汉堡里面是牛特拉酱加上草冰淇淋，而且是巴黎的限定口味，里面还有花生颗粒，真的是热量炸弹。先贤祠位于巴黎的拉丁区，是法国最重要的英雄殿堂。这里原先是一座教堂，18世纪为了纪念巴黎的守护者圣吉纳维夫而建，后来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改成了纪念国家伟人的场所。这栋建筑的设计主要仿造了罗马的万神殿。抬头往上一看，会发现有一根悬吊的复刻板，这是用来证明地球会自转。它从1851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摆动过。先贤祠的里里外外总共约有52根的罗马柱。从主殿的楼梯往下走，就会来到这个安静庄严的区域——地下墓穴。这里安葬的都是法国历史上最重要、最受尊敬的人物。地下空间没有华丽的装饰，只有简单的石墙和庄重的墓碑，让人不自觉地放低声音，也放慢脚步。很值得看的还有伏尔泰和卢梭，他们2位是面对面安放，但其实他们生前是死对头，所以他们2个一天到晚都在吵架，但死后他们却变成邻居，只能说法国人还真幽默。
巴黎市区的景点其实都还蛮集中的，如果路线有安排好，基本上都散步就会到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塞纳河的左岸，莎士比亚的书店就在圣母院的对面。这里是文青们必打卡的景点之一。书店里面名字虽然有莎士比亚，但其实跟威廉·莎士比亚本人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也不是莎士比亚的专卖书店。这个名字其实是创办人为了表达对英国文学的敬意。从这里过个马路就可以看到浴火重生的巴黎圣母院。去圣母院之前，我们预定了圣徒礼拜堂的参观。不得不小小抱怨这里的入场安排很不合理，即使已经预约了，还要排将近1个多小时，连跟我们一起排队的法国人都受不了。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乖乖的排队入场，因为这里是巴黎最梦幻的教堂之一。这座礼拜堂分为上下2层，现在这一层是供宫廷成员和仆人使用的礼拜空间，有着低矮但精致的哥德式建筑风格。而上层是国王和皇室成员的私人礼拜堂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整个空间几乎没有墙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圈高达15公尺的彩绘玻璃窗。这些彩绘玻璃窗是13世纪的原作，到现在都已经700多年了。当年只有法皇本人和皇室才有资格进到这一层，坐在这里祷告仰望，感觉就像与天堂之间只隔了一层玻璃。转了一个弯，我们来到了巴黎古监狱。这里曾经是中世纪的皇宫，后来变成大革命时期的监狱。走进来就像是穿越回中古世纪。进来后会发给每一个人一台导览平板，只要对准地上的扫描点，就能看到以前的样貌，非常的有临场感。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要来参观监狱，其实这里就是玛丽皇后上断头台之前最后被关押的地方。这里的商店有卖很多玛丽皇后的周边商品，有香氛、餐具、磁铁、明信片。仔细想想，他们把人家的头砍了，再当作商品来赚钱，实在觉得又好笑又讽刺。接着我们来到了巴黎圣母院，看看这些排队的人潮，我们就放弃进去了。站在这里看着眼前的2座高塔，脑中自动浮现钟楼怪人的画面。
现在散步到了附近的庞毕度中心，外面的广场很热闹，有街头艺人、素描画家、音乐表演，是艺术气息很浓厚的地方。大家会不会想，为什么都没有购物的行程呢？一是我们真的没有时间逛街，二是因为我们最后一站会在意大利，所以也没有特别需要在巴黎买的东西。在拉法叶百货主馆的顶楼有一个免费的观景台，这里可以看到埃菲尔铁塔，还有正对面的巴黎歌剧院。这次来巴黎其实比想象中安全很多，唯一碰到一次的扒手就是第一天参观完海军府，我们在等斑马线的时候，旁边站了2个先生假装在聊天，其中一位偷偷用手碰了我先生裤子后方的口袋，因为我就站在后面，所以看得一清二楚。不过我们很谨慎，钱包都是放在贴身小包，所以也没什么事情。其实比起扒手，巴黎还有让我更傻眼的地方。巴黎的最后一站，我们要去圣心堂。圣心堂坐落于蒙马特山，是巴黎的制高点之一，也是巴黎最具艺术气息的地区。在圣心堂的后方有一个小丘广场，这里曾经是19世纪画家们的秘密基地。圣心堂建造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法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后的民族悔改和宗教复兴，也是一种象征希望、和平与赎罪的纪念碑。5天4夜的巴黎行程转眼就这样结束了，还有很多想去的地方。真的要来过这里才会懂海明威所说的，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。今天我们要带欧洲之星前往伦敦，原本以为可以平安无事的开心离开巴黎，结果发生了一件超级离谱又搞笑的事。因为发生的当下太焦虑了，所以没有记录到。现在快速的图文解说一下，就是当我在过地铁出口闸门的时候，我边推着行李箱边过第一个旋转门，结果我的行李箱就被卡在旋转门和自动门的中间。重点是我的人还在外面，当下真的超级傻眼。给大家看一下这种双重闸门的照片。
而且它卡住的时候，两边的门是怎么样都推不开。这种设计是为了要防止大家逃票挡住人用的。然后我就赶快跑去找工作人员，找了10几分钟都没有看到，他们的上班时间也是蛮迷的。当下解决的办法就是赶快去买一张新的车票，还好那个时候旁边出现了一位法国先生，他帮忙刷了交通卡，门才顺利的转开。关于巴黎地铁真的有蛮多可以抱怨的事情，但可能也是因为我被日本的地铁照顾得太好，之后有机会再整理一集跟大家分享。